结婚、同居移民加拿大，移民官会考察你们哪些方面？又有哪些情形会引起移民官的怀疑，导致申请被拒呢？您选择对了正确的申请类型吗？在加拿大，无论是同性关系还是异性关系，加拿大的公民或者永久居民都可以担保自己的已婚配偶、同居伴侣 （common law partner） 或者是事实婚姻关系的伴侣 （conjugal partner） 移民加拿大，拿到加拿大的永居身份。这就是加拿大家庭团聚类移民项目中的核心类别之一——配偶担保。配偶担保让相隔两地的爱人可以团圆，成全了一桩美事。但这个过程不一定都是一帆风顺的，每年都有不少的配偶担保申请被加拿大移民局拒绝。这些案件中，有些被退件，有些被拒签。而在被拒签的案件中，有一部分被上诉至加拿大移民和难民委员会 （IRB） 的移民上诉法庭。2024年的最新数据显示，移民上诉法庭一共受理上诉案3641件，其中2495件，也就是近70%的案件都是配偶担保的案件。最终有701件，不到30%的案件完成审理，赢得上诉。不过，即使赢得了上诉，当事人在其中花费的时间、金钱和精力也是巨大的。其实许多配偶担保被拒的原因原本是可以避免的。我今天就给大家整理了5大被拒的原因，希望大家在申请的时候，甚至在开始申请前，还在计划申请的阶段，就按照这5大方面先审视一下自己的情况，早发现问题，早做准备，争取一次性就申请成功。如果你是第一次来到我的频道，我是大萌 Dimo， 我的频道关注加拿大移民的法律和政策，以及在加拿大的生活。我也是加拿大的持牌移民法律顾问，希望通过我的视频能够让大家获取到更多的信息，打破信息差。所以相应的我在视频里面说到的这些内容都是普世的信息和一般性的资讯，包括我在视频下方对大家的留言的回复，这些内容都不构成对任何个人单独的法律意见哦。好了，话不多说，我们就开始今天的分享吧。第一个被拒原因，担保人不符合资格。这里先简单的和大家解释一下什么是配偶担保移民中的担保人和被担保人。担保人 sponsor 指的是加拿大的公民或者是永久居民身份的人，他们帮助自己的配偶或者是伴侣申请配偶担保移民。而被担保人呢，就是 sponsored person， 指的是在担保人的帮助下向移民局申请加拿大永居身份的外国人，也是配偶担保移民申请中的主要申请人 principal applicant。 当收到配偶担保移民申请的时候，加拿大移民局 IRCC 将分成2个阶段来审理这种案件。第一个阶段就是会审理加拿大公民或者是永久居民是否具备担保资格。所以如果担保人没有通过审查，那么整个配偶担保移民的申请的基础就不存在了。如果您选择在担保人不符合资格的情况下继续要求移民局审理案件，你的申请被拒也就是顺理成章的事了。那么一个合格的担保人需要满足哪些条件呢？一、担保人是加拿大公民、永久居民，或者是依据加拿大印第安人法案登记的人员，也就是加拿大官方认可的原住民。二、担保人需要处于可以合法结婚或者是同居的状态，比如已经年满18岁，现在是单身，或者是已经正式离婚，又或者即使他们在法律上仍处于婚姻的状态，但是婚姻关系已经破裂，双方已经实际分居，那么这个人仍可以与他人形成同居伴侣关系，或者是事实婚姻的伴侣关系。三、担保人需要承诺将为被担保人提供经济支持和基本的生活所需。四、担保人还需要满足居住地的要求。如果担保人是加拿大的永久居民，他必须居住在加拿大境内，否则的话是不符合要求的。如果担保人是加拿大公民，他可以居住在境外，但是也必须证明他的配偶或伴侣移民加拿大后，他也将返回加拿大生活。除了上述的基本资格条件外，担保人还不能有以下的任何禁止担保的情形，因为这可能会导致担保人失去担保资格。例如，如果担保人曾被担保移民到加拿大，并且成为永久居民还没有超过5年，又或者担保人曾担保过其他的配偶或伴侣移民加拿大，并且他们的前配偶或前伴侣成为加拿大永久居民还没有超过3年。其他的情形还包括例如担保人领取过除残疾补助以外的加拿大的社会救助，处于破产等等情形。
我给大家罗列在这儿了。还需要注意的一点是，如果担保人居住在魁北克省，担保人必须符合该省特有的担保规定和申请程序。第二个被拒的原因，被担保人不符合资格。当担保人符合了担保资格，通过了第一阶段的审查，那么移民局就开始了第二阶段的审查，对被担保人的审查。移民局会评估被担保人是否处于可以合法结婚或同居的状态，并且被担保人和他的子女都有入境加拿大的资格，也就是 admissible to Canada。移民局会严格审查这一方面，如果有任何人存在刑事、健康、安全等方面的事由，就可能导致被禁止入境加拿大。我在这里给大家罗列一些因素，这些因素都将影响被担保人和他的子女进入加拿大的一个资格。一、有刑事指控、羁押记录或者是有犯罪记录；二、有虚假陈述的行为；三、有可能危害公共健康或者是公共安全的情形；四、有涉及加拿大安全、战争罪、组织犯罪背景等其他形式的不可入境的情形。第三个被拒原因，被加拿大移民局怀疑结婚或同居的目的不纯，关系不真实。这是配偶担保申请中至关重要的一环。根据加拿大移民和难民条例 （ERPA） 第4条第1款的规定，不论是结婚还是同居，或者是事实婚姻关系，建立这段关系的主要目的不能是为了移民加拿大，同时这段关系必须是真实的。大家注意，这两个方面的审查的侧重点是不一样的。主要目的的审查它着眼于双方在建立关系初期的动机和意图。然而，关系的真实性的审查侧重于评估当前关系的实际情况。一个人可能为了拿到移民的身份和另一个人在一起，但随着深入交往，他们有了真的感情。他们的关系在当下虽然是真实的，但是由于这段关系建立的主要目的是为了移民，那么这样的关系也是违反 ERPA 第4条第1款的规定的，是不被移民局所认可的关系。对于申请人来说，要跳出来以客观的角度审视和梳理自己的感情关系，最后合理的向移民官呈现出这一段感情也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因为每个人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下生活，往往思维的模式和判断的逻辑也是不同的。所以当我们的行为与西方传统的婚恋观不同的时候，我们需要让移民官从我们的视角出发，把他们拉回到我们的生活文化背景下进行判断。比如说，在我们的文化下，同性伴侣是无法结婚的，那么即使他们在其他国家领了结婚证，办婚礼、办酒席可能也并不是一个通行的做法。再比如，如果一个人来自一个习惯于包办婚姻的一个这样的文化环境，那么只要包办婚姻在当地是被普遍接受的，移民官就不应该仅仅因为婚姻是包办的、是被安排的，而去质疑这段婚姻的真实性。所以我们需要提供充分的证据、合理的解释，避免让移民官产生这方面的疑虑。这是配偶担保申请中很重要的一环，做不好可能就会导致申请被拒。第4个常见的被拒原因，具有引起移民官怀疑的情形。第4点其实和第3点是相关的，因为不利的情形会引起移民官的怀疑你们的动机和关系的真实性，所以申请被拒的风险也就会大大提高。在这里给大家列举一些常见的会引起加拿大移民官怀疑的情形。一、结婚时间上的仓促，你们之间的关系持续的时间很短，例如不到1年你们就结婚了。2、你们之间有明显的年龄差异，例如相差10几岁以上的。3、你们之间有明显的学历上的差异的。4、你们存在很大的语言障碍，双方无法沟通交流的。5、你们存在文化背景的差异，或者6、你们之间存在宗教或种姓的差异，例如来自印度或巴基斯坦背景的申请人进行了跨种姓或跨宗教的婚姻。这些不利因素都会影响到移民官对配偶或者是伴侣关系是否真实的评估。因此，如果您的案件有这些不利的因素的时候，就需要更加小心的处理，需要提交更多的证明文件和合理的说明，避免签证官产生疑虑，从而造成申请被拒。第5个常见的被拒原因，申请表格错误，申请资料不完整。配偶担保有2种类型可以选择：加拿大境内配偶或同居伴侣类别 Spouse or Common Partner in Canada Class 和加拿大境外的家庭团聚类别 Family Class。在申请时，您必须明确您申请的是哪一类的申请。不同的类别申请资料是不同的，
所以要注意不要选错了申请的类型。在这里简单和大家说一下如何选择。如果您担保的是事实婚姻伴侣 conjugal partner 或者单独担保受抚养的子女 dependent child， 您必须以家庭团聚类别提交申请，这类申请将在加拿大境外审理。如果您担保的是已婚配偶 spouse 或同居伴侣 common law partner 和他们的子女，您可以选择加拿大境内配偶或同居伴侣类别 spouse or common law partner in Canada class， 也可以选择加拿大境外的家庭团聚类别 family class。 如果选择加拿大境内的这个类别，就需要被担保人已经在加拿大，并且持有合法的临时居民身份。这两种类别的具体区别涉及到工签的获取、上诉的一个权利以及审理时间的不同，我在这里就不展开讲了。如果大家需要，我再单独做一期视频说一下这个方面。目前加拿大移民局对申请资料不完整的案子采取了特别严格的做法。在过去，对于一些很小的一些信息的遗漏，移民局可能会在2到3个月内联系申请人，要求他们补交资料，然后继续审理。但现在在实践中，申请人只是忘记在其中一张申请表中填写自己哥哥的出生城市，或者只是忘记填写家人居住的邮编，都会被移民局拒绝继续审理，直接退回。您只有重新申请。如果您在申请中包含的那些文件已经过期，比如中国的无犯罪记录只有6个月的有效期，您又需要花时间重新取得这些文件。所以即使这些不是拒签，也会耗费您的时间和精力。所以一定要仔细的按照移民局的要求填写表格和提交支持的一个材料，避免耽误申请。好了，这就是今天分享的内容，希望对您有帮助。我们下一期再见，拜拜。You're chilling in the rain. You're some kind of butterfly.